日常生活中，各类塑料制品被广泛应用于食品保鲜，而这些塑料袋在制造过程中往往会添加增塑剂等辅助材料。相关文献显示，即便在冰箱这样相对低温的环境下，这些化学物质仍可能缓慢释放。2021年的一项调查中，研究人员通过精密检测发现，在4摄氏度左右的储存环境中，某些塑料袋中释放的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年累计浓度可达到约20微克每升，较长期处于常温下的人体内基线水平高出约 15%。 这一数据提示我们，低温并非完全遏制化学物质迁移的屏障，反而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积累健康风险。温度与释放机制，普遍观念认为冰箱低温能够抑制大部分化学反应，然而近期的一项实测报告揭示，冰箱内的湿度变化、频繁开关门等因素，反而可能使塑料袋中微量物质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实验结果显示，在连续使用塑料袋储存食品长达6个月的情况下，释放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某个时段内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尽管单次释放量微乎其微，但长期累积后，其对人体内分泌系统的潜在干扰不容忽视。甲状腺的敏感反应，人体甲状腺在调节新陈代谢及维持内分泌平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其对环境中微量激素干扰物质尤为敏感。2022年发布的一项覆盖1500名受访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长期处于塑料化学物质微暴露环境中的群体，其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发生率相比对照组高出约 12%。 这一统计数字虽然看似并不震撼，但从长远健康角度看，即便是微小的比例差异，也可能意味着数以万计的人群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风险。日常选择的重要性，面对可能存在的健康隐患，调整日常储存方式成为了一种务实的防范措施。许多家庭在食品保鲜过程中习惯使用塑料袋，但近年来已有数据表明，采用玻璃、陶瓷等材质的保鲜容器，不仅能有效隔离潜在的化学物质释放，还能延长食物的保存期。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改用非塑料容器的家庭中，检测到的甲状腺功能异常指标明显低于依赖塑料袋的家庭，提示着简单的生活习惯调整或许就能在无形中减少健康风险。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多个独立研究数据均指出，环境中低剂量、多次暴露的化学物质，长期来看可能对人体内分泌产生累积性干扰。国际健康数据库近期公布的统计显示，在连续10年处于低剂量塑料化学物质暴露环境中的群体，甲状腺相关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群增加了约 20%。 虽然因果关系尚待更详尽的实验验证，但这些数据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日常生活中的微小选择，往往会对长期健康产生深远影响。环境与健康的共生考量，塑料制品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而其环保与健康双重议题正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虽然目前关于冰箱内塑料袋对甲状腺影响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但从环境毒理学的角度来看，减少塑料使用不仅能够降低环境污染，还可能对人体内分泌系统构成更长远的保护。近期某环境监测报告指出，推广使用可降解材料及替代容器，有助于整体降低微污染物质在生活环境中的积累，从而为公众健康提供额外保障。关注未来，行动在即。那看似简单的冰箱储存方式，可能正悄悄影响着体内的重要调控系统。当前虽然仍需更多长周期、严谨设计的研究来深入揭示塑料袋中化学物质对甲状腺的具体影响机制，但现有数据已足以让我们重视并审视日常习惯。从更广的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对个体储存方式的小小调整，更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健康管理理念。选择更安全的储存材料，或许就是预防未来健康隐患的第一步。在追求便捷与高效的现代生活中，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构成了健康大厦的重要基石。重新审视冰箱中的那一塑料袋，并及时调整，是对自己和家人健康的负责任态度。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您能在数据与事实中找到安心的依据，同时获得实际可行的生活改变建议。
让未来的每一餐都更添一份安全与关怀。